2018年世界500强榜单中，它位列第193位。作为英国的老牌车企，捷豹的经历可谓是颠沛流离。这个曾经被英王室和政要视为最佳座驾的车企，为何被收归国有后又惨遭卖出？被恩佐·法拉利称赞为最漂亮跑车的捷豹，究竟经历了一段怎样的故事？触摸品质，发现未来，欢迎观看《10万个品牌故事之捷豹的兴起与衰落》。严格一点来说，捷豹离100年品牌这一门槛还差点日子。它成立于1922年，和一些以马车为基础渐渐进化而来的古老汽车品牌不同，最开始的捷豹叫燕子跨斗公司，没错，就是专门生产3轮摩托车跨斗的。而且创始人沃姆斯利剑走偏锋，生产出的跨斗像一支被削短的铅笔，它拥有带8条棱线的子弹状流线型车身。这种造型在当时绝对算得上是独树一帜，只有美国的哈雷戴维森才有类似的设计。很快，该款跨斗在车圈传开，一大批车迷蜂拥而至，而这其中就包括机车爱好者，也是后来捷豹的联合创始人之一威廉·里昂斯。最初，燕子公司只有几名员工，随着业务的增多，公司在沃姆斯利父亲的资助下迁至可卡大街。产能上来后，沃姆斯利不满足于只做摩托车跨斗，于是将公司改名为燕子跨斗与车身制造公司，为后来进军汽车制造打下了基础。与宝马仿造奥斯汀7相同，捷豹第一次制造汽车也是尝试在奥斯汀7的基础上做出改装。奥斯汀7在20世纪20年的欧洲可谓是最成功的经济型轿车，它是英国奥斯汀汽车公司于1922年推出的车型，被誉为英国的 T 型车。这辆车的尺寸很小，但能容下4个人，在1922至1937年间共生产了29万辆。除了捷豹和宝马，日本日产公司的第一款车也是在奥斯汀7的车型基础上打造的。在并没有取得奥斯汀公司授权的情况下，燕子公司生产的非官方版奥斯汀7燕子游览车竟然意外地获得了奥斯汀公司的称赞。1928年，沃姆斯利彻底舍弃了跨斗业务，将工厂搬迁至考文垂，开始以每周40辆的速度为菲亚特等知名汽车公司制造车身。当时，英国最大的汽车经销商之一亨利斯车行一次就订购了500辆奥斯汀车型，让燕子的行业知名度大幅上升。经过此间的技术积累，1930年，捷豹前身燕子车身制造有限公司正式成立。他们于1931年推出首款量产车 SS1。尽管该车的动力与大厂出品无法相提并论，但是200至300英镑的售价却格外亲民。从造型上来看，多年来的经验也让 SS1 和后来的 SS2 都不会比1000英镑的豪华车逊色多少。说到这里，这家公司究竟和其后来的名字捷豹有什么关系呢？这就要追溯到创始人之一沃姆斯利的退出了。他出于个人原因离开了公司后，另一位创始人威廉·里昂斯将公司重组，并于1935年伦敦车展前夕，在第一款跑车 SS90 的基础上改进出新车捷豹100。这一灵感源自好友塞西·金博尔书桌上的美洲豹雕像，至此成为燕子公司的经典立标。另一边，离开燕子的沃姆斯利也没闲着，转身创办了拖车公司 Airlight 和考文垂钢制房车公司。后来二战爆发，燕子公司被迫再次为军队生产摩托车跨斗，不过他们的工程师暗地里也在忙着发动机的研发。这款发动机就是后来为捷豹工作了40年之久的 XK 直列6缸发动机。战后，燕子恢复汽车制造业务，因为名字缩写与纳粹党卫军的缩写类似，公司正式改名为捷豹。正如名字本身的含义一样，里昂斯年轻时是不折不扣的赛车迷，所以当局势稳定，拥有新底盘和 XK 发动机后，他开始带领队伍研发赛车。1948年，捷豹致敬宾利车型的 Mark IV 和跑车 XK120与消费者见面，后者的流线型车身由里昂斯本人亲自操刀设计，搭载了捷豹 XK 系列3.4升发动机，最高时速可达193公里。1950年，勒芒耐力赛，捷豹派出3辆代表当时速度极限的 XK120敞篷车小试牛刀，让人们看到了这家公司的硬实力。1953年，捷豹租用了戴姆勒在考文垂的工厂，以极致赛车理念所打造的 XK120C， 也就是 C-Type， 用赛场上包揽冠亚军的表现证明了自己。与此同时，捷豹不断升级 Mark 系列车型，不仅成功打入美国市场，而且在经济状况并不乐观的英国也得到了群众的喜爱。而这一切的代价，则是捷豹为了获得足够的资金，卖掉了此前收购的钢板冲压制造公司。这导致捷豹虽然表面风光，但已经走向了依赖外商的道路，为后来被英国汽车公司收购埋下了伏笔。
1954年 C-Type 的继任者 D-Type 在勒芒赛上夺得亚军，而击败他的是法拉利的375 Plus。次年 D-Type 虽然赢回了冠军，但是也在比赛中引发了重大事故，造成1名奔驰车手和83位观众丧命。赛后，捷豹车手开香槟庆祝的举动让捷豹遭遇了铺天盖地的批评。同年，捷豹全新车系 Mark I 问世，成为捷豹的入门级车型。此后 D-Type 逐渐退出历史舞台，再加上赛制更改对发动机功率的限制，捷豹官方车队解散，不再参与赛事。他们在 D-Type 的底盘基础上生产了民用超级跑车 XK-SS。不过，1957年2月12日，捷豹一工厂发生了重大火灾，9辆 XK-SS 遭遇焚毁。与跑车事业的不顺利相比，捷豹 Mark 车型在整个50至60年代通过不断升级，成为英国王室和政要们的最爱。1960年，捷豹以340万英镑收购了英国戴姆勒公司。次年，超级跑车 E-Type 在日内瓦车展亮相，被恩佐·法拉利评为史上最漂亮的跑车。它的速度可达241公里每小时，堪称汽车工业史上的标志性车型之一。如今被纽约现代艺术博物馆永久珍藏。1965年，因为钢板冲压车身制造商全部被英国汽车公司收购，失去车身采购渠道，捷豹被迫与英国汽车公司合并。1966年底更名为英国汽车控股公司。1968年，在政府的推动下，捷豹所在的英国汽车控股公司再次与拥有罗孚、凯旋等品牌的利兰汽车合并为英国利兰汽车公司。也就是在这一年，捷豹推出全新旗舰 XJ 系列轿车，这是创始人里昂斯爵士设计的最后一款车。在当时死气沉沉的汽车市场，掀起了一阵购买热潮。仅第一代捷豹 XK 就在24年里售出了31.8万辆。1972年，里昂斯正式退休。然而，尽管捷豹全新系列卖得很火，但是母公司利兰汽车却步履维艰，旗下众多品牌只剩捷豹在盈利。1974年，利兰被收归国有，而不管公司机构如何变迁，捷豹仍然没有放下汽车研发。70年代末期，捷豹推出了全新跑车 XJS，100公里加速仅需7.6秒。不过，在大环境不景气的情况下，捷豹还是独木难支。要知道，在很长的一段时间内，美国都是捷豹汽车在全球范围内的最大市场。进入80年代后，美国经济低迷，人们对于豪华汽车的购买力急速下降，再加上雷克萨斯、讴歌和英菲尼迪这3大日系高端品牌进入市场，捷豹在美国的市场份额雪上加霜。迫不得已的情况下，撒切尔放弃了早已收归国有的捷豹，于1989年放开所持有的75%的捷豹股权。一时间，通用和福特全都跃跃欲试。最终，福特在1989年以25亿美元买下捷豹100%的股权。1990年，新东家门下的捷豹 XJR12凭借出色性能包揽勒芒耐力赛的冠亚军。这辆车后来限量发售53辆公路版，售价为100万美元。受到勒芒赛优秀成绩的鼓舞后，捷豹继续研发高性能公路跑车。1992年，堪称当时最快的量产跑车 XJ220 问世，共生产了275辆。而其赛车版也再次不负众望，于1993年勒芒赛夺得 GT 组冠军。1996年，捷豹推出全新的 XK 系列跑车，并在福特的帮助下，以赞助商的形式进军 F1 市场。不过，不管是在民用还是赛场上，福特的大量资金投入都没有换回捷豹的业绩反弹。2008年，全球金融危机使得美国汽车业遭受重大打击，福特汽车也未能幸免。印度最大车企塔塔集团以23亿美元收购了捷豹，并于同年成立了捷豹路虎汽车公司。此后，捷豹推出代号为 X351的全新一代 XJ 旗舰轿车，跑车领域和 SUV 也有 F-Type 和 F-Pace。2010年，捷豹路虎中国销售公司正式挂牌，中国市场一跃成为捷豹路虎全球最大的单一市场。2012年11月，奇瑞捷豹路虎汽车有限公司正式成立，这是国内首家中英合资的高端汽车企业。从1922年生产摩托车跨斗，几经颠沛流离，如今的捷豹汽车似乎仍在为重振品牌的知名度而飞驰。在 BBA 几乎3分天下的高端车领域，这个老牌英伦企业究竟能否拥有自己的一片天地呢？喜欢本期视频的话，记得关注加收藏，谢谢支持。它成立7年，一手改变了 BAT 3巨头主宰中国互联网的传统格局，旗下新闻资讯平台和短视频平台都已成为当下的流量巨头。他是谁？欲知详情，敬请关注下期节目。